那么这个罢免国民党立委所以呢，这个说呢有造假了对不起，罢免这个吴丽华原住民立委，说国民党呢有这个，反正造假就是有几种嘛，使人联署或者伪造或者重复反正就这些东西嘛那但是国民党现在一个个都被昨天北中南东同步被搜索傅昆萁在花莲上午办活动，下午办活动，花莲县党委被搜索就这样搞那当然了，就是你说好吧。你说，因为他可能涉嫌违反什么这伪造文书，但是伪造文书还是有点要生损害于他人或是公众它有一个前提在这里李金勇当时也是伪造文书后来就因为没有损害他人，没有损害公众，所以就没事了。那绿营罢蓝营的也有57000-8千个有的是死亡的，有的是重复的，有的是把一阶的放到二阶，有违法再联署的，各种也有，一个都没有事情了。那蓝营就这样大张旗鼓，而且你自己想想看，从比例原则，蓝营罢绿营现在一个都没成一个都没有损害了谁？有没有生损害谁？有生损害吴丽华吗？也没有对不对？因为成了，你还可以说你造成我这个成立，一个也没成立的，反而绿营罢蓝营很多都成了，对不对？20几个成了，今天又加了南投2个也成了所以呢，昨天这个国民党国发会的副主委叫黄碧云阿碧啦。被小毕被收押，听说他是这个国民党的爱信，就很辛苦的，非常辛苦，所有吃苦吃重都是他在干所以他被人家，而且第一次传讯他的是把他放了第二次跑到昨天早上一大早跑到家里去收就把他给押起来了所以呢，国民党的发言也说，押人取供严重的逾越侦办的分际那另外呢，这个吴丽华还不满意，说高层要负责非要把朱立伦抓起来才甘心那马文君国民党立委，南投他今年也过了他的2阶，他说呢，绿营用司法抄家灭族真的造成相当大的寒蝉效应了所以呢，现在呢，这个蓝营被办这个花莲昨天一天嘛，花莲、台东、南投、桃园嘉义、屏东、台中市、新北市、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台南市。就全部几乎把蓝营都能给你，几乎蓝营把你给毁了，几乎搞成了。我们看一下，国旗海中大造势进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花莲听党团总召傅昆萁，台上痛批执政党用司法恫吓人民。你全台今天大搜索，北中南东，全部都来，只为了什么？只为了你要绊倒国民党啦！质疑司法企图瘫痪党务运作，因为屏东地检署侦办原民绿委造假联署，发动全台蓝营党部大搜索。党中央组发会副主委和专委上周约谈完，这次专委又被带回。我相信这是民进党发动所有司法检调的力量，就是要歼灭在野党，要把杂质全部打掉，要清洗在野党。这是台湾民主最大的危机。检调不只针对党中央，还有各县市党部，桃园的书记长、花莲的总干事、台东的书记长、南投的国民党立委尤浩办公室执行长，这些人都被检调带回约谈。北中南东没有一个地方放过，用不断的司法手段来恫吓在野党，检调做这种政治司法迫害追杀，今天出人命了。不过，检调意外的不只有半蓝罢免尤浩团队疑似涉嫌幽灵联署，领衔人也被南投地检到案约谈。罢团都是按照选罢法的规定来进行合法的联署，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在调查过后，整件事情能够水落石出。造假联署，蓝营被办到数不完，罢蓝团体检调目前只办了1案。这样。我其实真的很难过我真的非常难过。我先讲几件事情第一个你看他是铺天盖地从南到北把所有国民党的最有战力、最辛苦、最任劳任怨的党工全部一网打尽，真的是全部一网打尽。国民党自从失去政权之后，我告诉你，这些党工们都非常辛苦，因为待遇微薄，工作负担极重。你留在那边变成是所谓的能够成为这个国民党的干部的这些人都是顶梁柱。小毕就是一个任劳任怨。我告诉你，真的是国民党的主发会里面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台北市党部黄旅锦如，
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礼拜六要办造势，我们每个人都要担心什么？因为以前造势办得很成功，都黄玉锦如办的啊，他就把你黄玉锦打掉啊，就把你小弟打掉啊，就把你所有人都打掉。我再讲一件事情，我的大安区党部的执行长也被抓到屏东去，被抓到屏东去。昨天是屏东地检署出动。对，那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我就直接讲了，党部空了以后就讲我啦。我们这几天我们办公室啊，熬夜在干什么事情，你知道吗？那是以前党部做的事，因为党部没人了，推荐监察人，100多个监察人，对不对？100多个投开票监察人，以前党部可以帮我们弄好啊，监察人都找好啊，现在党部没办法啦，所以我的办公室的同仁就得要代替党部熬夜在找人、找名册，把所有东西弄好。以前从没做过这个事。到时候投票所的监察人，对，投票所的监察人。你不要想说，那简单一件事情嘛。以前国民党就能够帮大家做这些事情，现在你弄到就不能啦。第二个，我要告诉各位，今天国民党在跟民进党在资源上就是大金鱼对小虾米嘛，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源嘛。可是现在民进党用检调、用司法，你小虾米啊！我小虾米把你手脚也折断了，我管你，就算你只是小虾米，我还把你手脚折断，让没有手脚的小虾米对大金鱼。现在民进党就干这个事情啊！你今天说实在有2件事情，第一个比例原则，你到底是今天是杀人还是放火，还是今天诈欺几亿这些那个弃保潜逃？你需要全台湾加起来，我之前的统计已经200多个被约谈，20几个被关押。那我想，你今天不是在掏空国民党，在掏空谁？我还不讲民众党了，民众党也是之前几乎被灭党。一个总统上来第一件事情，就铺天盖地司法从南到北全部把在野党党部全部抄家灭族、抄光光。我跟你讲，也没有人超越赖清德了，你这历史之最了。第二个，我来讲平等原则嘛。你今天民进党对不对？你的所谓的侧翼一起联合的罢免。就15万件瑕疵连诉嘛，你要解释说那瑕疵连诉没有死人连诉严重，那也是瑕疵连诉，也是违规连诉啊。光一件事情，举个例子，他今天就是有人重复连诉，几千件重复连诉，每个选区都是哦。那我就问，我不是讲1、2阶重复，我讲的是有人就重复连诉，就是2阶都1阶就重复，2阶就重复，对，重复连诉。重复连诉应该重复抄才会有重复连诉嘛？哪一个人会重复连诉？你告诉我，我今天连诉了一次，我还跑去另外一家再连诉，再跑去这边连诉，这边连诉，几千件。你的中选会跟检察机关，不要跟我讲没有伪造。你光那个重复连诉，我不是讲1、2阶的重复，我光讲那个1阶里面的重复，2阶里面的重复，几千件，每个选区几千件。对啊。那我想请问有没有伪造？那我再讲。中选会自己认证，我忘哪个选区298件伪造办了没有？不要怪我这么生气，我跟你讲，我没见过这种执政者啦，拿司法做东厂做血滴子，一个一个杀，一个一个清算。你这样总统，我觉得台湾民主早就被你灭光光了，就这么简单。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中选会有一些责任。因为我自己参与，我在中正万华嘛，我就去这个参与这个讲的被捕领衔人。当被捕人我去的时候，我亲自去，然后那个，因为第一阶段我带了身份证去，他现场看了我人，看了我的身份证，核对我资料，收件合乎资格。后来说我不合乎资格了，那你为什么要收件？我人到现场，带了身份证的正本，上面身份证正本哈，除了什么身份证字号啊，这个还有户籍地址，还有你迁入的时间都有，你迁入的时间都在上面，很清楚的。他后来的时候，出尔反尔，大家可以看身份证了，我身份证了。我觉得他那个有一点入人于罪。对，他现在然后就李金勇他们都躲起来，故意设计那个陷阱的感觉。对，我说你把他监视器看出来，是不是我本人？我身份证是不是专属交给他？不是出尔反尔啦，对，是有点设计的。就设计人嘛，就设计人，他没有出来道歉。我说你把监视器调出来，看我也没在那边作假，都是我本人。结果你看他们就说，我资格不符了，这个不你当场退件就好了嘛。说你资格不符哦，这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这个资料。所以我就认为他们这个都是因人设事，然后呢，这个没有完全要合乎平等原则，这叫一体适用，结果通通都来追杀国民党，这非常不对的。然后你要知道他们这边一直来追杀的时候，我到中正万华去问了，多少人抽单啊？他说上面都有户籍地址、有身份证字号，还有自己签了名，将来会不会迫害、查水表什么，
抽走了。我到士林北都去看，我都会了解嘛，到时候就去晃。他也好多也来抽单，他不要联署了，把联署单抽走，就造成后面呢都会造成非常大影响。不然这2个区早就通过了，很多人他们有跟我讲，好多人是抽单了。你看这就是一个政治，把它减掉。那为什么办蓝不办绿？我认为就是应该平等原则公开，应该按照这些一体适用嘛。你怎么办他们？哦，结果你注意看了，这些检调还大办特办，还感觉到这绩效比赛嘞。为什么？现在各地好像在比赛，都要比赛，大家来超车、来飙车了，变成这个状况。我们台湾这是个民主社会，怎么会变成这个状况呢？对不对？我认为赖清德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我认为他应该来公开道歉。为什么这个拿检调当打手，专门对这部在野党，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还有其他的，只要是跟他不站在同一条线上，都是杂质，就拿法律去打掉。我认为这非常荒唐、非常荒谬的事情。他们如果说他没有政治干预很简单，赖清德也好，这个行政院长、法务部长公开这个宣誓嘛。这一次只要侦办这些这个蓝营的这些检察官不因为侦办的绩效而升官，就这样啊，不会因为这个绩效升官，这可以讲吧？你讲讲看，看你敢不敢讲，看你会不会讲。我不是今天才讲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就讲，我说我最反对因为用政治理由入人于罪。凡是因为政治理由，因为政治然后假借法律入人于罪的这些检察官、法官，我告诉你们，现世报很快就来了。休息再回来。好，台北市前副市长彭振声，柯文哲的副市长了那他以前是被押了很多天以后呢，他承认有罪，给他放就是交保在外面了那昨天又传他叫勘验那个什么光碟等等检察官秀文的光碟，然后呢，他在出庭之前没多久突然接到电话说他太太跳楼所以他就说国家怎么变成这样怎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呢，他骂检察官说你们的良心在哪里那柯文哲呢也道歉说，都是我害的，牵连团队。彭振声一定想说，他太太是他害的嘛？那柯文哲认为是彭振声是他害的嘛？所以呢，这个都很难过了那另外呢，他说我其实是清白的，我也没贪污，也没拿到钱。而且他说检察官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检察官有调他主管，因为他是管公务，他主管那些案子那些建商有没有送钱给他嘛？他检察官要查案子，可以查得巨细靡遗上穷碧落下黄泉了。就是说，好，你这个人以前你经手过的这些案子，或者你在公务局坚守过，你在副市长主管公务坚守这些建商、这些营造商，当时有没有送钱给你有没有任何这个不法的行为？都查一遍，他都查过，你知道我的为人对不对？我没有拿人家红包，但是当时为什么我承认有罪呢？因为我希望交保，让我太太放心太太很紧张在家里担忧所以我是清白的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呢，可能为他将来翻供留伏笔。他说我太太都死了，我现在还有什么好顾虑的？也没有无所牵挂，无所顾虑了他不在了，我也没有顾虑了当时呢要拼交保是为了让太太能安心那柯文哲也道歉说，因为我让大家受苦了，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那陈佩琪柯文哲老婆陈佩琪今天南下到高雄的殡仪馆深情凝重，当然大家听着消息都很凝重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那他说，其实他们要打垮的是柯文哲司法正义竟要用人命来换。我们看一下。洪部长今天怎么约跟那个陈佩琪约这边见面呢？妻子前一日传出坠楼身亡，人在台北得知2号的彭振声回家后隔了1天，2日早上穿着相当正式，标准西装，打着领带，抵达高雄市立殡仪馆来见爱妻。这件事有什么回应吗？一行人准备搭着电梯上楼，在彭振声后方还有一大早就从台北南下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以及立院党团主任陈之汉。不要急。上香完毕后，彭振声回到殡仪馆1楼休息，一下楼就可见他拿着卫生纸在擦拭，场面十分哀戚。相较前一天在北院崩溃的彭振声，情绪虽然稳定了不少，但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失去妻子的痛。婆婆，你觉得司法目前还是不公的吗？你有没有要表达的？
休息过后，彭振声离开殡仪馆，向镜头点头致意，仍旧是不发一语。而根据了解，彭振声妻子的灵堂将在3日布置完成，告别式就定在2周后的7月15日。陈生，你看完就要回台北了吗？来，不好意思，来靠旁边一点哦，靠旁边一点哦，不好意思，请往后退一点。除了彭振声以外，来吊唁的陈佩琪身穿藏青色洋装，口戴白色口罩，神色凝重之外，面容相当憔悴，过程中都是稍微挥手致意，最后搭乘白色自小客离去。彭振声的坐车后续进到朱家车库后，又迅速驶离。1日北院也将彭振声的限制住居取消，让他回高雄奔丧。不过后续传出律师会将限制住居的地点从台北改回高雄，可以让彭振声好好处理妻子的后事。至于我想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对不管是台湾民众党，又或者是我们的支持伙伴来讲，是一个非常震惊，而且也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那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我待的台湾的社会，今天会面临到司法工具化、检调鹰权化的一个情况发生哦。而且最让人我觉得遗憾，而且很难过，社会竟然分化到现今这个程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昨天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对彭振声来讲是家破人亡的悲剧了。我并没有看到民进党以及民进党相关的支持者在针对这件案件可以回归到台湾人的一个本性，死者为大，并没有。如果大家都有在看网络，有在看新闻，也包含了民进党的议员们，今天在看待彭振声的议题的时候，还在提的内容是说，民众党一开始是把罪推给彭振声，这件事情大错特错。我要在这边严正的告诉民进党的公职以及民进党的支持者们，不要这么没有良心。柯文哲从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就已经呛明，你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冲着我来，不要伤及无辜。而且柯文哲也很讶异，为什么这个彭振声、朱雅虎会认罪？他们要认什么罪？这从一开始的时候，柯文哲就这样讲。结果昨天包含了勘验光碟的时候，检调如何勘验朱雅虎的同样的一个模式，我想彭振声也一定是遭受一样的对待。我们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彭振声会认罪。如果今天台湾的司法在面对一个正当程序的时候，是透过检察官用威胁、用恐吓的不正讯问的方式，我请问司法的公平公正性在哪里？我觉得事情演变至今，我请问一下，现在还清白给彭振声，对彭振声而言是最重要的事情吗？家破人亡会是他一辈子的痛。他原本被羁押禁见，因为担忧老婆，所以认罪，身体自由了。可是今天老婆因为担心他有可能在面对的检调的一个追杀，而选择用轻生的方式结束他的生命。你们有没有一点良心？一个政治迫害，你要用多少的人命，你们才愿意结束？我曾经以为柯文哲主席的爸爸过世的时候，柯文哲主席没有办法见到他爸爸最后一面，已经是人间至悲的事情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一个政治迫害的一个案件里面，在毫无证据、没有金流，把一个人禁哭9个月之久的这场肥皂剧里面，竟然需要有一个人命来赔偿。请问一下执政党，请问一下赖总统，你做这样的事情，你团结时讲的第5讲，你还讲得下去吗？请问民进党的议员们，你们还有办法背着良心说这不是政治迫害吗？那彭振声他原来不是柯文哲的人他是陈菊的人，在高雄。他是在当时的时候呢，柯文哲民进党借助柯文哲的力量，因为他们是民进党知道他们派不出人，打不赢台北市市长，所以他们借助柯文哲的力量打败了连胜文。然后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陈菊呢到台北来去行销什么高雄的经验，当场呢柯文哲呢就开口要借将。他一开始要的呢是刘世芳他想要借重这个刘世芳呢来去帮他呢去做这个市大运台北市大运，然后陈菊不给然后陈菊不给呢，但他还是给了他第一个苏立琼，然后给了一个公务局下水道工程处处长彭振声出任台北市公务局局长。
一直到柯文哲连任了之后，他才变成台北市副市长。所以我觉得彭振声昨天的那种遭遇到这么巨大的真的是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感慨是很深的啊。如果当时没有因为民进党跟借着柯文哲，那时候还没有民众党啊，民进党呢借着柯文哲的力量，好拿下了这个台北市。然后那个时候呢，柯文哲的市长的选战是民进党的人去帮他打选战的。柯文哲的小市府的团队呢，都是民进党的人呐。到后来呢，很多人呢跟柯文哲呢，分道扬镳，理念不合啊，走了很多人嘛啊。然后到了柯文哲要去寻求连任的时候呢，台北市长连任的时候，他跟民进党的翻脸，也不是因为说什么两边的理念不合或怎么样，就是因为民进党觉得发现不得了了，这个柯文哲呢拿下了台北市长之后呢，开始会去侵蚀民进党的根基，它会变成民进党未来的要角逐大位人的威胁，所以就不再支持这个柯文哲。柯文哲也是一个政治上很现实的人物啊，他就跟民进党翻脸啦。翻脸了之后呢，很好，他自己呢，就是他也是有这个命了哈，边开票边投票，边开票，丁守中多倒霉啊！边投票边开票，他就当选了。那当选了连任之后呢，他就是有意要去角逐这个总统大位的时候，这个民进党当然就是全体的要去打压这个柯文哲嘛。然后到了他这个落选了，选总统大选落选了以后，你说就这个金华城的案子哈，他到底有没有牵涉到里面的任何的，不管是说真的是有什么利益上面的交换或勾结，就是按证据办事嘛。那你检察官呢，你就像你的一个那么脆弱的起诉书，好，然后起诉了柯文哲，到现在还把他压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彭正生，他当时呢是为了不让他太太担心啊，所以说他这个认罪。可是你怎么会想到说，今天有这么不幸的结果出来之后，民进党还要把这个锅呢甩到这个民众党的头上，然后怪陈佩琪，好怪这民众党，这个民进党啊，真是没血没泪啊。很恶劣、很邪恶，最坏的就是民进党。刚刚来俊讲没错了啊，当时是民进党要柯文哲出来打败连胜文的，其实是这样子啊。那当时因为我怎么知道？因为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当时民进党的那个议员简玉燕记得吗？对，简玉燕还特别，因为也常上我们节目，还特别请我说希望跟柯文哲吃个饭。那是柯文哲才选，他没有经验呐。我选过台北市长啊，虽然没选上啊，但是有时候失败经验比当选还更可贵啊。还这个日本料理店，我要跟柯文哲、简玉3个人就是说大家讨论一下。反正你要问我们，我就据实以告嘛，把这经验还告诉柯文哲。那我是这样觉得了哈，就是说柯文哲到底有罪没罪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是证据说话。但你检察官已经起诉他了，对，起诉表示你收证都完全才能起诉嘛。那既然已经起诉了，那就该放人了，好吧？你就算不放人，因为我记得法官曾经问过检察官，你们因为开始不是给他交保吗？对。那检察官不服嘛？那你们到什么时候我们才放人？检察官说你们交叉诘问证人完毕啊，那时候讲的，那你就赶快交叉诘问证人嘛。上一次昨天开庭上次开庭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吗？1个月以前。对。换掉这1个月干什么？就是说没事啊，人就压在那个地方啊，对不对？那我也知道我们的法官事情很忙，这也事实，的确很辛苦。有时候我出庭看那个每个钟头一庭，1个钟头一庭，1个钟头一庭，法官也是，那他又不能够不开，但是又不可能一直开，他就3、4个月就1、2个月、2、3个月、3、4个月开一次，然后就摆那个地方，再过1、2个月再开一次，所以一个案子为什么搞2、3年，就是这个原因就拖在那个地方。但是像这种已经起诉了，而且人压在里面，你就赶快开庭嘛，赶快诘问嘛，不就解决了吗？对，如果真的有证据。那就办他嘛，对不对？判他嘛，没有证据不足就放他嘛，不，法院不就这样子吗？罪行法定主义啊，对不对？而且证据说话，那不是啊，你人关在那地方，
你法官、检察官可能觉得关的没什么，你在外面照样这个过你的生活。当事人在那边，那就是人道跟人权的问题啊。当事人那边不是他自己受到很大的压力，精神跟肉体折磨，他的家人也受到很大这个精神跟肉体的折磨嘛。那你这样拖，你不把人给拖死了吗？你这样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就觉得说不可以这样子的哦，真的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哦。那陈志涵这个民主党的发言，这个立法院主任也说，他说。当时了哦，当时这个彭副长哦跟他说我也没有收厂商的红包，我犯了什么罪？所以呢，他说呢，他的律师哦可以把真相说出来。第一个，我的国家怎么变成这样？第二个，我对得起国家。第三个，我为什么进台北市政府服务？现在一直都很后悔了哈。那当时呢，为什么说把陈真说有罪？是因为陈真正好像又跟他们说呢，这个当时都委会开会的情况这样哦，然后呢，他们就跟柯文哲讲，当时因为柯文哲可能没有去开都委会嘛，市长不会去开都委会，副市长去就把都委会的情况是合议制嘛，然后检察官说你们这叫串证，就把它给压起来了，这个也太牵强了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因为呢，这个小草现在很生气哦，就昨天也这个上百人呢，甚至好几百人到这么热跑去那个地检署前面哈，跑到地检署前面哦，声援。现在彭振声很惨的，人间最悲惨事也莫过如此的，真的，你想都替他难过哈。那民进党说检察官把人给逼死了，哦，质疑这就是赖清德口中更大的民主吗？你押人取供。要到什么时候停止？就算你押人取供，也押了这么久了，取供也该取了吧，对不对？你要搞到什么时候哦？那所以呢，司法押人取供，迫害无所不在哦，真的是很不应该了哈。那这个说听到彭振声在法庭崩溃痛哭，陈昭志说，检察官是天下最令人害怕的人。检察官真的他有司法权，他什么都可以做的。哦，真的可以调查，什么都可以做的哦，都可以查你这个，查你这个都可以的哦。那祖宗八代事都可以把你查出来哦。所以呢，再也就控说这是司法迫害。那民进党说不要恶意渲染，趁机消费哦。那另外呢，吴思瑶说，民众党为了救柯文哲甩锅彭振声哦，把这个责任推到彭振声身上去。那这个民众党的副秘书长徐府就说呢。请民进党明白指出，什么时候把锅推给彭振声了？哦，因为绿的侧翼说，民众党是吃人血馒头，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推给他？我们看一下。冲进北院，狂奔上2楼，急忙把手机交给幕僚，转身就进入法庭。因为得知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妻子离世，彭振声崩溃，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马上到北院关切。赶来的还有小草们，提早2个半小时集结北检，群情激愤，替彭振声声援。再往前走一步，好不好？柯文哲，请你们不要推挤警方。民众党代理副秘书长黄成俊带头往前冲，想推倒巨马到北检正门口，和警方爆发推挤。警方第一次举牌警告，小草们被挡在外，决定静坐表达不满。把检察官自己要讲的话塞到朱雅虎的嘴巴里面以后，变成了什么？朱雅虎的证词。我可以负责任跟大家报告，这已经不是诱导询问了，这也不是有罪推定了，这根本是罗织入罪。痛骂检方诱导胁迫，一面替柯文哲声援。民众党一方面也全力协助彭振声和家属。从北市府就共事的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也落泪。就这么清楚明白的事情都会安呢？我是实在是觉得说，因为台湾人许多来讲好人无好鬼啊，不敢呢。金华城案司法战到现在已经撕心裂肺。来，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减掉，不要让社会失望，不要做政治的打手，应该这样，还是要有良心。我那边讲，我告于北辰的时候啊，我问我律师朋友，
我成功率会多高？他说你大概没有成功率。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检调是绿大于蓝，你会吃亏，你会吃亏。我不相信，我就真的提告，我到士林地方法院提告，结果没有，我赢了。你呢要赔你20万。对，结果俞北辰呢，他不服，他告到这个上诉到高等法院，我又问我律师了，他说高等法院是3个法官哦，而且可以，而且绿大于蓝。我说大概是8-2还是7-3还是6-4还是5-5，大概现在啊减掉啊8-2，这我律师朋友跟我讲的8-2嘞。我说那我还是我就单刀赴会，当然了，俞北辰他请了律师，我单刀赴会，我自己写状纸，哇，你自己来，你律师费都省了，都省了，我全省，律师出一个庭都10几20万起码。因为以前在关保会还有什么的，还有高雄，我都自己去，我自己打，我是自己来的，我又没有请过律师。所以你跟沈富雄一样，他也是那个人家告他，他也是自己打。对，我就自己去了，单刀赴会，就跟律师辩啊，就律师就辩输我啊，辩输我之后，律师咆哮啊，就法官跟他讲，你注意到你的音量，注意到你的分贝，对着律师讲。因为律师辩不过我，因为我运用法律就很简单嘛，民法第184条第1款跟民法第195条第1款写那么清清楚楚啊，我们是法治国家嘛，所以我认为还是这些检调还是有些是有良心。我希望检调站出来要有良心，不要为做政治的打手，不要做民进党的打手，应该勇于站出来，就良心。我们会你看彭正生这样搞到家破人亡，他没有拿到好处，他讲到了嘛，这我们的国家怎么变成这样子，我们的社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相信检调还是有很多的是有良心的，要勇于站出来，不要受到这些摆布。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啊，检调是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他们站出来来伸张正义才对。检调因为检察一体，所以很多检调会受到上级的影响，他没办法升迁啊什么都要这个上级哈，所以今年听说有很多个检察官都辞职不干了，光新北就几10个，没错，对。但我觉得这不是变成利弊驱逐良币吗？就看不惯都走了，那留下来的呢？这个将军我们真的寄希望于法院了。对，检调员有时候没办法，因为他上面有长官嘛，什么检察总长、主任检察官、检察长，法院法官，就最后还是要到法院去判嘛。好，所以法官的这个坚守原则，法官的坚守司法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现在最后期待的，真变这样来这。没错，其实昨天真的听到彭正生太太这样的过世，我们真的很难过，而且他发生地点就在高雄，而且他们在三民区。你要是有看过住的他们在栋大楼，是一个真的很40-50年的大楼。说实在，就是一个一看出来就是好像是从过去基层公务员一路过来，然后还不错，然后就是很低调、很朴实的在过日子。然后这件事情发生在高雄，所以我们都感同身受。然后刚刚看到那个镜头也是嘛，太太目前就放在这个停尸的大楼当中里面啊，所以说场景是非常的熟悉。而我们赖清德总统这个礼拜6也要到高雄来去做他第5场的宣讲哦，所以你有时候把这个东西连接在一起哦，你那个身为在高雄在地这样子哦，你会感受会特别的一个深刻了。所以说我赞成子宇刚刚最后所提到的，其实你今天还他一个清白怎么样？已经家破人亡了，对他来说已经了无生意了。而且他昨天你看看他这个镜头，即使在忍着悲痛，他是穿着西装笔挺的要去见太太，这就是一个很基层，我们以前认为说非常务实公务员该有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他都还维护住啊。所以，但是你刚刚说大家在想，这绿营刚刚在批判的时候，你真的拿出证据过来。昨天的这个所谓的政论节目2点到12点啊，第一个你会表达对彭正生这个副市长的一个大家都非常的不高兴，第二大家都非常的感慨哀悼，马上下面一个镜头就是什么？那你就要看看民众党当初怎么甩锅给他的，你当初什么，马上又把这个部分，他甚至还到说，如果不是民众党，他也是我们国民党。然后呢，国民党的这2位又该是如何。然后呢，最有趣的就是一件什么事情让你最深？彭正生不是讲了吗？今天大标题哦，我再也不忍了，我就不忍了。我们的解读是他终于可以讲出，不用为太太有负担讲出来。然后呢，所有的人就告诉他，柯文哲接下来完蛋了，因为彭正生过去来说好像似乎没有咬出柯文哲，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负担了，他可以把柯文哲过去做着每一件事情就可以一五一十说柯文哲惨了。一件事情
不同的解读，就是因为政党政治不一样，就是因为大家的看法、他的观点，每个都有太多的一个政治意识在前面，所以对一个同样的一件事情，却有这样不同的一个方式。我真的觉得台湾还是要问一句：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回来？为什么会到这种程度？以此人死到还到这边，还在不断的对于他的很多的细节，还不断的告诉大家这个部分到底是谁该是负起责任？反正就不是民进党负起责任，这是让我觉得最悲哀的一件事。就说我常常在想因为我也看过那么多政治人的起起落落政治真的是一时的啦，做人是永远的。我希望所有政治人都想到这一点，好吧？你搞政治最多就当到总统了。陈水扁干了8年，要怎样呢？马英九也干了8年，那现在又怎样呢？蔡英文也干了8年了，最多只能用不出席民进党全代会来对赖清德表示不满，又能怎样？已经到了权力最高点了，下来也就这样。那有几个人能当到总统了？所以你不要把政治看得那么严重为了政治反目成仇，为了政治搞成简直是这个人性都没有了，真的真不必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吴思瑶才呛蓝委说翘班说你看来晚都不来所以被罢免是刚好而已他也举出谁出席率多少，但是今天就跑到板桥去挺罢叶元之了然后呢，吴思瑶说我问政率是100%，叶元之你在哪里那所以呢，这个今天这个高雄吧，立委的赖瑞荣，台北市的吴思瑶都去找市长说呢，这个要把叶元之给罢掉那叶元之就说呢，你们这是放牛班。还呢，这个恶霸我这个资优班，反正就吵架嘛那另外呢，这个罢团现在在全台湾要绕境了，赖清德下了动员令，说全体党公职要配合民间团体给予最大的协助也不演了反正就要帮他们那这个说现在有8个国民党委员呢拉警报所以呢这个现危机那有没有徐巧芯？有你的，我看一定有有你仇恨值很高所以你在立法院最好不要讲话，不表决，然后呢不要删预算，通通没声音就没有仇恨值了，对，就是没仇恨值了跟民进党一起投票，对然后呢现在没有仇恨值还不是被罢？现在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支持者投票日不出门所以呢这个最怕就是不出来了因为假定说当时投票的时候投给他们的都出来投，他就不会被罢掉了。但是就怕当时投的人觉得说，哎呀，我反对罢免所以我也不去就麻烦了那今天呢有2个新的这个马文君跟游浩在南投罢免案宣告成立，所以要在公投那天823，所以现在变成2批，一批是726，一批是823。那马文君说我早就预料了啦而且柯建铭早就讲了说呢这个726。823，就你看，就管了一个726，一个823，所以他现在意思是说，大家还是要出来投票了，不能不出来投票了那好，那为什么呢？这个放在823，中选会说尊重南投县委会呢选务承载量南投县这县委会呢，它承载是有限的，不可能承载那么多等等我们看一下。和板桥居民互动热络，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和赖瑞荣跨区来罢国民党的叶元之。学姐我学长，拜托您年轻人出来投票，拜托乡亲726一定要出来投票。但蓝营也反呛吴思瑶别双标，因为前一天蓝白去花莲反罢免，就遭吴思瑶批评翘班不开会，怎么现在反罢免叫翘班，催罢免叫护台湾？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请他自己先搞清楚，他那张造谣的嘴可不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讲翘班的话，应该去问一下柯总召，因为我当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召委很久了，从开议到现在，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几乎没有看过他。吴思瑶也被锁定恶罢过，但是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我没有因为要抢救自己的罢免而缺席过任何一次会议。一旁的赖瑞荣反酸叶元之当通告咖，没在问政，最该被罢。本人也拿出立院官网数据，说自己去年质询次数都比赖瑞荣和吴思瑶还要多。所以放牛班的要来说资优班的不认真，这就是造谣抹黑啊。然后他们也不去立法院，然后也不顾选区，跑来板桥亲门踏户，这么混
而绿营立委会跨区跑来催票，也是因为叶元之这区被视为新北大罢免的一级战区。周刊分析，有8名蓝营立委拉警报，台北市和新北市就有6位，台东黄建斌、台中罗廷伟，另外也传出某些选区结构蓝大于绿，支持者反正认为被罢还能再选同党，因此投票意愿低。我觉得我们认真做，乡亲都看在眼里。政党可以竞争啊，但不是这种恶斗。大罢免最后阶段，蓝营反手为攻，力保名单上的每一席。来，这个刚刚叶元之为什么说放牛班恶霸自由班呢？那个叶元之说，民众可以到立法院看公开问政记录哈。我自己100多件这个质询数字在委员会，但是赖瑞隆跟吴思瑶两人的好几倍。结果呢，他们质询记录惨不忍睹，他们还骂我。所以他才讲说叫放牛班、恶霸自由班。不过叶元之其实也蛮危险的哈。来，这个位置怎么看？我想这个看起来，大家叶元之现在是蛮紧张的哈。那我想这重点不是说到底是吴思瑶还是赖瑞隆或是任何人去这个板桥，而是说其实目前叶元之还是我建议啦哈，你还是要多跟市民跟我们公民团体沟通。那刚才讲到说在立法院的表现到底能不能受公平，我想当然吴思瑶在立法院的表现当然没有话讲哦，这个100%出席的这个立委，那可是像叶元之过去就有几次可能他说他第一次因为议程不熟悉所以请假哦，那当然这个可能被做了一篇。那个当然也有一些什么在审机密预算的时候现场直播等等，那其实这个都是大家都认为说相对来讲比较争议的部分。那其实过去叶元之在还任我们新北市板桥议员的时候，他就有到台中去这个为当时候要罢免陈柏惟来站台。那所以我觉得就同一个标准，那来评论我觉得是比较恰当。另外我还是再次强调。如何说服公民团体、说服社会，我觉得这个才是不只是民进党，也是国民党各个党派现在要做的工作。来自于，我想这个当然跟公民团体来做沟通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公民团体到底是被谁给把持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726跟823这2个时间点，柯建铭总召都可以精准预言？只有2个嘛，一个是他可以通灵嘛，另外一个就是照着他的节奏在走嘛。那请问一下议座，这2个答案你会选择是哪一个呢？那以现在整体的社会氛围来讲，我一直很好奇哦。如果大罢免当然是公民的权利，可是罢免你是要点出你要罢的这个公职人员哪一个地方做不好嘛？但是我们来细数一下，现在民进党的这些相关的公民团体在主张罢免议题的时候，不是都拿抗中保台，或者是他们都听同样的旨意在投票，根本就没有针对个别的立法委员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来做一个客观的公允的一个批判或者是评断啊。那这件事情怎么又能回归到公民团体基于所谓本来的一个民主程序在探讨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违背民主程序、民主社会该有的样子。黄主席已经发函给党员了，黄国昌说要这个支持这个反罢免嘛，已经发函给党员。我想针对这个台湾民众党的立场来讲我们是为了台湾民主而奋斗啊，所以我们不希望第一个。不要有选输的那一方，现在就在立法院党团这边来搞大动乱。那我们为了台湾民主而战，所以在第3阶段，台湾民主党会站出来。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当初这个所谓的民团我觉得民进党的团体要怎么样？为什么要罢免叶元之？最初的理由是什么？你回到最原始去看，他们说呢，这个柿子要挑软的吃，罢免要罢叶元之，只是因为他当初跟罗致政的票数比较接近，认为他比较好罢，就要罢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民进党什么时候大罢免是柯建铭说他要发起的他公开讲了很多次所以我刚刚讲民进党的团体没有错，柯建铭就是民进党嘛。那当时呢，他怎么说的？他说2月1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立法委员上任的第1天，他就在规划了。那我们什么都还没做他就开始规划要做大罢免，这难道不是政治斗争跟政治恶斗吗？再来，你今天说要罢免，过去呢罢免陈柏惟或是罢免林昶佐，它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一事件。你今天把所有的在野党能够区域立委可以罢免的全部丢去罢免，
那这个不是恶斗，什么是恶斗？这个不是分化分裂台湾，什么才是？所以我才觉得就是说，赖清德他到底有什么资格去讲说他的团结实讲，就是分裂实讲。我帮叶元之讲点话了哈，但他们一直打他不开会哈，我直接讲了，你在立法院系统哈，叶元之委员会质询是113次，吴思瑶是49次，是他的2.3倍。那赖若龙35次，他是3.2倍。还有今天他去扫，他都骂叶元之说你不开会嘛？你知道今天司法法制委员会是有公听会啊，少年矫治公听会，我是有去开会，有去发言哦。那吴思瑶你早上去扫街，你也没去发言，那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公听会，但你的标准用在你身上用不上嘛？双重标准，对， 2个标准，来接。我听到